大家好。现在呢，我在 Deer Lake 啊，我的身后呢就是 Deer Lake 这边的一个班纳比乡村博物馆。刚刚呢就从前面这条路骑过来，其实这是一个正门，它还有一个门呢，我刚刚是先去到了，但是它没法停单车。那幸好呢，这边呢还是有一个停单车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呢就准备顺着这个步道呢进到里面去。它其实写的是有2个门啊。刚刚那个门应该才是一个正门，这边呢应该是一个侧门啊。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就到里面去逛逛吧。来了应该第3回还是第几回了啊？总算呢今天可以落到里面去了。所以只要坚持呢，很多事情的话都可以达成了啊。到8点半为止。Hello。哇，一进门就是一个参天大树啊，这一棵应该特地保存下来的大松树啊，非常的漂亮。其实呢就是一个公园啊，就是Burnaby Lake Park 边上的一个大公园。那这边呢其实也在做一些圣诞方面的一些事啊。你看这个还是有协和地产赞助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整个小镇啊，可以把它说成一个古镇吧，因为它也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但我不清楚这些房子呢是以前就有的，本来就是一个小镇呢，还是呢把它慢慢的就修旧如旧，然后加建了一些功能，或者新建的，但是建的那种旧款式的房子啊，这个就不是很清楚。我们在没有进到里面去参观之前呢，先看看这个特有的圣诞的一些灯饰。所以它到晚上8点半才关门，所以应该说呢，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到了傍晚也可以到这边来走一走的地方。这是我见到的第1个大楼。这个就是应该是以前留下来的房子啊。1922年，刚刚好100年啊，101年过去了，这么一栋楼，应该还是保留着以前的款式吧。应该这个是一个landlord，就是一个地主家的一个房子，或者叫农场主吧。这是他们的一个客厅起居室啊。Wow, this is being 100 years already. Great. This is the older building, right? Yeah, so this is one of the older buildings. It's built in 1922.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t's 101 years old. Wow. Okay. So that's what their Christmas tree would have looked like from a century ago. Wow. Still keeping. Wow. That's amazing. Very nice. 这是他们的一个饭厅啊，对面呢还有一个火炉，这是很传统的西式的一些房子的布局啊。这是他们1楼的一个睡房，应该是客房吧。看看这是非常古老的开关。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以前用的洗手间啊。哇，这些应该很古老了，但是呢，跟现在
家里用的也没有太大区别。在这个饭厅的边上呢，就是一个煮饭的。哇，那个时候已经是有煤气了吗？还是烧柴的？ So great question. Good. So they use the wood. All next to it. That's right. although back then they already had electricity for the lights and stuff. So it's quite modern. Oh, okay. Thank you. Welcome. Have fun. 就这边呢，它是有一些义工啊，负责讲解，他还会问你有些什么问题啊。就确实，我们来回望一下这个房子啊。当然，楼上的应该是他们的一些主卧啊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们没办法上去。很传统的一个样式啊，100多年以前建的房。这个里面呢，印象深刻就是还保留着一棵100年的 Christmas tree 啊，就是圣诞树，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的一些小的商店啊，他们这边呢还是很讲究这个 drug store， 所以有一个有名的超市叫 London Drug， 其实呢并不是只是卖药啊，但是它里头确实是有药房的。这个是一个，就按照我们的说法呢，就是一个便利店。既然来了，我们也进到里面去看看吧。各种各样的以前的药粉啊，就有点像中药的陈列柜一样的。像这个盒子像不像陈列中药的？真是中药。收银的机器好玩，还有一些医疗设备。你看啊，以前用的也都是像中药一样的这药材啊，然后也是要在这边呢把它来制作，就跟中药的调制一样的啊。然后对一些年长的人的一些治疗等等。兼卖药，也兼做治疗的，完全像一个中医的一个急诊又卖药的这么一个中药铺。你看，这个我相信现在很多小镇呢也是这种感觉啊，理发的一个店，基本上那个样子啊，跟现在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对于这个椅子，我有点好奇啊。就你别说，这样的一个椅子以前都是可以倒下来的，就跟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用的最老的牙椅是一种款式啊。这个挺有意思。不知道我们牙科是不是从那个理发店演化过来的呢？
来到这里呢，就像来到了北美的一个小镇啊。这里头有咖啡店，有面包房，有一个比较大的，按照现在来讲就是一个超市啊。还有以前的那种老爷车。还有一个机修铺，哇，100年以前的那种修理厂、修理铺啊，应该打铁做一些金属的零部件，修理各种机械都可以在这边完成。这边还有一个剧院啊。Central Park Theater， 大人25 cent， 这是2毛5了。也有邮局，竟然还有 Royal Bank。还有一个卖房子的中介。天气预报不准啊，才进来逛了没到10分钟，又开始下起雨来了。但是呢，这个小镇啊，或者说一个古镇呢，它就是在这个 Deer Lake Park 边上。你看我的右侧呢，就完全是一片原始森林的状态啊。就刚刚进来的第一个房间呢，它以前就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房子呢，它是不是都是以前存在的，后来翻修的，还是后来根据一种当时的情景想象着把它复原。就现在中国很多的古镇也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甚至呢会把一片地方全部推平，再把它重新的布局。就像上海现在比较火的有个叫盘龙镇啊，我们上次去看过，正好是它开张。就那个盘龙镇呢，就是属于全部推倒，然后呢沿着几条河道啊重新规划。但是不知道的人呢，看到这些建筑啊，因为都是仿古建筑啊，看上去还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但实际上呢，这些都是新建的。那么里面的房子主要呢都是商店。但加拿大这边呢，它应该也是同样的概念啊。当然，这个房子我相信也可能以前有一部分是存在的。整个地方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装点了很多圣诞的灯饰，就看上去蛮好看的。我也没有顺着它的这个导览图来走，我们就随便到处走走吧。相信呢，这是一个小教堂吧。这个是1914到1918年，那我相信呢，有些人是打仗啊，一些纪念吧。我呢没有学过加拿大的历史啊，但加拿大的历史呢，据说也就150多年而已。在这个15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
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然后呢，据说当年宾夕省啊加入了整个加拿大的联邦100年啊，也就是上个世纪1971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宾夕省加入加拿大联邦100周年，就做了这么一个小镇，也算是他们的一段历史啊。其实真没有多大啊，我走着走着呢，已经回到了我刚才进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还应该在里面再去闲逛一下。但有意思的呢，它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设计啊，也就是说，虽然有些房子它也有一些小商业的功能啊，我看里面有买冰淇淋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小店啊，但是大部分呢，它仅仅是做一个展示，它不收费啊，只有在搞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才会要钱。Sorry. You can go.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Hello, how are you? 哦，哇，这有一个火车的车厢啊，好像都是木头做的车厢啊，这个非常有意思。Can you move the pillions to go to the very end? 很多人对这个火车很有兴趣啊，我相信我们小时候都坐过那种相对比较简陋的火车，但是这个呢就更老了。想必呢，这个边上算是一个小火车站了啊。当年的列车员的制服。介绍当年这个火车的一些图片啊，让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道了。上去看一看吧。Hello. Welcome aboard. Thank you. Wow. Do feel free to have a look around and have a seat in any of the seats. Right. Take any pictures that you'd like. We do just ask that if you have any backpacks, that when you're sitting down, if you could keep them in your front, just because the zippers can damage some of the seats. Thank you so much. Do enjoy your time. 你看啊，它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它是拿那个藤席做的。哇哦，这个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椅子。非常合理啊，保存的非常好了。而且这个上面还可以放行李的，你看没有？这个稍稍有点高啊。哇，我就突然想起啊，东方快车这样的车，我觉得就这种颜色啊，哇，这个玻璃很漂亮，以前的那种感觉。这个难道是下车的时候提醒司机的铃铛吗？这个还有。This tells people to get off the tracks. We don't want to run them over. Thank you very much. Happy New Year. 这是一个真实的火车，
还保持着100多年以前的那个样子。当然了，肯定是重新做了油漆。这里边呢有2位志愿者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好，现在呢从这个火车站出来啊，你看这个其实还有个门呢，像一个火车的车库这样的感觉，挺好玩的一个地方。原来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车站的感觉。这里呢就有一个买爆米花、买冰淇淋、买甜点的一个小店啊，这可能是这个里面开着的唯一的一家小店了。加拿大呢，就现在人不多啊，就即便是今天1点钟开门的时候啊，也看到不少人在等着开门，但是进来以后发现啊，人还是不是很多，所以在这边呢可以从容的看一看，即便有时候需要稍稍等一下呢，也等不了多久。这个是一个学校的建筑。然后这边呢，就一些买生活用品的一些商店啊。Here. They sell it. Turn around. One of you turn around. 你要跟妈妈说，妈妈，她在马路的对面，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这些布的地方吧。这个是做一些什么水壶啊，做一些什么排水管啊等等的这么一个作坊啊，就是金属制品的一个作坊。What is this? Booster shop? Sheep. No. Metal? There's another house! Oh, yes. They seem to have a lot of houses. What is the house? You're curious about the toilet paper. This is how you know. 这栋楼呢可能是办公的了。这里还有几间房啊，就跟着这小朋友一块再去转转。这个是一个音乐商店啊，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乐器啊。所以虽然是一个小镇啊，100年以前的，但是那种文化的素养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养成了。你看啊，这里100多年以前用的那些乐器啊，那种钢琴，还有唱机，那个时候都是黑胶片吧，应该是。所以人呢，有了这些物质生活以后啊，肯定就更加注重这些文化、精神层面的享受。
正好呢，圣诞的这个季节啊，所以正好呢，这个上面装点了很多的圣诞的这种绿植啊、松叶，看上去这个感觉更好一些啊。这地方呢也是一些设备，各种大的机器啊，应该是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一些设备啊。这里呢，我刚刚已经来过了，从皇家银行到邮局，但有意思的呢，邮局并没有油橙绿色。更有意思的呢，这边还有一个惠生元活剂生龙药行，有明显写的中文字啊，就是说100多年以前呢，这边不但有中国人出没，还把中国的这些医药带到了加拿大。这个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刚才在那个西药店看到那个盒子啊，跟这个也有点像。卑诗省的中药使用，哇，这些中药应该都从中国来的吗？还有各种药酒。这边是加工中药的地方。想到黄飞鸿的年代了。这边也有介绍一些在这边曾经工作过的华人。应该说啊，温哥华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也就是100多年的历史。那华人呢，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建设，应该是跟它的历史啊，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华人在加拿大，尤其在BC省，在温哥华，在本拉比，在这些城市呢，应该就是这边的主人之一啊。你看啊，以前呢叫 General Store， 那现在呢其实就是 Superstore。这个里边呢已经有 Post Office， 那现在很多的这些便利店啊、小超市里面应该也有这样的服务啊。就这个传统应该是一直保留了下来。I texted Myra, they're still driving out, so they'll be a little while. 所以这个店呢，就相对而言比刚刚看到那个店要稍微的大一些。这个卖的东西呢，五花八门啊，从那些银器到这种电灯泡，到各种生活的用品啊，还是很齐全的。最显眼的就是这个火炉啊，取暖的这个炉子，这跟我们东北的这个炉子应该也差不多吧。
你看当年呢，大家就喜欢用这种玻璃瓶来装东西，所以现在很多人家还是用的。煤油灯，好多种。打扫卫生的刷子。这是一个什么？配锁的吗？各种工具啊，现在用的也差不了多少。It looks kind of like a Japanese style. Well, do you have any that are any in here? Nothing's in here. But 很多我也叫不上名的这些工具啊，应该是研磨用的吧？对，这个专门是研磨咖啡豆的。哇，你看这些饼干桶，哇，这个跟我们小时候家里陈列的饼干桶应该没什么区别吧Okay, so she said, hang on. And Aiden? Wait, it's a menorah. Let's go across. Let's go across.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还陈列了各种玩具。这边呢，就是有一辆车，这可是真的车，就这个车应该有100多年了吧。其实这个车跟现在车长得也没什么两样啊，都是4个轮子了。这个是铁匠铺，我刚刚已经来过了。刚刚路过的一个剧院，花25仙，小孩子要10仙就可以看一场戏啊。哦，这边还有个火车头，哇，这个火车头像不像中国铁道游击队那个时候用的火车头呢？差不多就这种款式啊。挺好的一个小镇啊，处于一个大公园边上，其实就是公园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特色的公园吧。展示着加拿大短短的100多年历史当中的这个100来年的以前建的这些房子，当年的生活的场景啊，还有商业的这些店铺啊。确实还是值得来看一看的，因为这跟中国以前传下来的房子的样式、布局等等啊，还是差好远。相对而言呢，我觉得西方的文化他们可能更注重一些比较独立的这种房子，就房子跟房子之间呢，尽量是有一些空地的啊，而且尽可能的是靠着森林或者就在森林边上这种地方建起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确保人跟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就确保自己有更多的独立的空间。这个可能是西方的理念跟我们中国的那种大家就一定要形成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啊，是有些不太一样的。非常不错的一次小旅行，所以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啊，你只要稍稍的关注一下周围的一些场所啊，走进去看一看，说不定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和收获。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这个本来比乡村博物馆里面走了一圈，当然也是走马观花，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这一段的参观呢就到此结束啊。现在从这边呢回去，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出行再见，拜拜。